气血不足、身体虚弱的人，夏天很难熬。夏天是个耗气的季节，气血都顺应天时，往上往外走。即使我们平时不运动、不出汗，气也比平时消耗得多。正所谓一夏无病三分虚，气血不足的人，夏天就更容易感觉虚和累，也容易出现头晕目眩、心烦气躁等情况，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夏天更难熬一些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套简单有效又易于操作的搓手功，打开气血阀门。第一个动作，搓手指，食指交叉，相互间搓，速度由慢到快，搓3分钟，搓到手指发热。10个手指上面有6条经络的起始点，搓手指能对远端的脏腑进行微小的刺激，帮助我们顺畅气血。第二个动作，搓劳宫穴。劳宫穴在手掌上，当我们微微握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。我们用另一手的手掌对准劳宫穴，相互去搓就可以了。搓2分钟，搓到掌心微微发热。劳宫穴有清热泻火的作用，在夏天我们很容易心烦、睡不好觉，手掌出汗很多，焦虑、心情烦躁，这时就可以试试这个动作。第3个动作，搓大鱼际。大鱼际在大拇指根部一块凸起的肌肉，我们2手快速的对搓大鱼际，搓3分钟，帮助我们清心除烦。夏天很多人容易早醒，翻来覆去很难再睡着，这时你不妨闭着眼睛搓一搓大鱼际，或许你就能慢慢的再次入睡了。第4个动作，捋手指，用拇指和食指搓揉一下手指的2侧，每一根手指都搓一搓，搓到手指发热。搓完后，将每根手指的2侧以及正对面都捋一遍，每根手指大概捋5次，捋到感觉手指发热。好，这一套动作下来，手上的经络都畅通了，气血自然就补上来。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双手，正所谓2掌一合，气血自来。身体虚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的双手动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，今天给大家分享3个方法，就能看出你的气血水平了。1. 看头面，气血充足的人脸色一定好，看上去红润细腻有光泽，眼睛透亮，头发也乌黑茂密，没有眼袋，没有色斑，没有太多痘痘。相反，气血差的人脸色差，皮肤黄或者苍白，整个人都缺乏光泽，没有精神，一看起来就像不太健康的样子。2. 看情绪，气血足的人心态好，才思敏捷，乐观开朗，内心没有太多阴暗的想法，也不会经常性的生气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不会总唉声叹气或者没有安全感。3. 看身体，气血足的人身材也好，不会骨瘦如柴，也不会圆圆胖，最关键的是身体充满动力，做事情有干劲，像早晨初升的太阳。而气血虚的朋友恰好相反，总是感觉特别劳累，动不动就犯困，也不一定真的会睡，但就是没有精神。别说运动工作了，有时候都不想说话。我们常说的低血压、低血糖、失眠多梦，很多都和气血虚有关。除此之外，还容易头晕、出虚汗、怕冷、容易感冒。有这些问题的朋友尤其要注意。我们常常说身体哪里虚哪里堵，其实主要都是在讲
身体气血的状态。大家可以先根据上面的3点自己观察一下，如果很多症状都有，就说明身体真的虚了。针对以上说的问题，有没有好的动作来帮助改善呢？当然有。下面我教大家做一个动作，能运动全身气血、调养脾胃的，适合喜欢偷懒、在办公室不方便大运动的朋友。站好，两腿膝盖微微弯曲，两只手掌心向上，捧在小腹前，左手翻掌往上举，右手翻掌向右胯的旁边下按，两掌一上一下撑开，同时两腿站直，一定要拉伸到整个身体都有拉伸的感觉，坚持拉伸2到5秒，两手回到原来的状态。一套完成后，换右手来一遍。重复30次。八段锦中记载的单手举臂这个动作，正是运动全身气血、调养脾胃的好方法，适合喜欢偷懒、在办公室不太方便大运动的朋友。想要气血好的朋友，在家里坚持做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气血不足的人总是怕冷，手脚冰凉，容易疲惫，睡不好。多做上面3个动作，把气血补回来。首先拍8髎，8髎穴位于腰底部，用空心拳或经络拍上下拍打3分钟。8髎乃盆腔的气血汇聚之处，是调节人一生的气血总开关。很快会有一股热流从臀部向全身蔓延，很舒服。上手脚冰凉、上热下寒的人要多拍8髎。2. 金鸡独立，让心血引向脚底，加速下肢的循环，同时还可以让意念高度集中，减少气血内耗。3. 睡觉时做环阳卧，平躺在床上，两脚心相对，脚后跟尽量往会阴处靠拢，两手心重叠放在小腹上，这能刺激腿部的经络，提升肾气，恢复阳气，有助睡眠。大家好，长夏无病3分虚，夏天里要让气血充足，你才能好好过好夏天。而气血不足的人，最明显的就是懒。1. 他们懒得动，懒得走路。2. 他们就是想一动不动，不想动脑，总是想发呆。3. 他们早上总是起不来，工作的时候也容易犯困。4. 他们的四肢都是冰凉冰凉的。5. 他们头发干枯而黄，脸色泛黄。其实不是他们懒，而是他们真的是累，累得让他们不想动，想偷懒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不妨跟着我坚持做下面的2个动作，对改善你的气血有不错的帮助。第一个，刮灸血海穴，这个穴位属于脾经，也叫做气血之海，对改善气血有很好的帮助。我们一起来找找这个穴位。血海穴在大腿内侧，髌底内侧端往上量3个手指，这里就是找到穴位了。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工具，里面点燃艾柱了，对着血海穴做旋卷刮灸，感觉温暖舒服即可。左右腿的血海穴各刮灸10分钟。第2个，刮灸府中穴，这个可以健运脾胃，要改善气血，一定要调脾胃。我们从心窝慢慢往下刮，稍稍用点力。在刮的过程中，如果有感觉到有结节、痛点、气团、硬块，那就要重点刮灸这些部位。有些人在刮灸时或者刮灸后会有打嗝、排气这些现象，
有些人还可能会出痧，这都是正常的，说明刮灸疏通的作用出来了。每次刮灸5分钟左右，刮灸完我们再用罐子的余温温暖一下肚脐。平时最好习惯泡一杯黄芪枸杞红枣茶来喝，几片黄芪、几颗枸杞、几颗红枣，泡水喝就行。补气血应该是女人一辈子的事情，大家越早开始越好。